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汉语慢时光，我是王宇。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中国的公园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平日里不太注意的小细节，也能体验到中国人慢慢生活的节奏。我们一起散步、聊天，看看早晨的晨练，顺便学习一些实用的中文表达。好了，戴上耳机，我们慢慢走进公园吧。早晨7点，我踏进小区附近的公园，空气里混着青草的味道，还有刚出锅的包子香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里暗暗想着，今天要慢慢走，仔细观察，学会更多生活里的中文。公园里已经有人在晨跑，有人在练太极，还有几位阿姨在跳广场舞。太阳慢慢升起，金色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面上，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感觉这一刻的平静格外温暖。我注意到一位大爷在练太极，他动作舒展优雅，手脚像水流一样连贯，我心里暗自佩服。哇，他的动作好像慢动作电影里的画面。我鼓起勇气，慢慢走近，微笑着说：“大爷您好，太极动作好漂亮，我可以学吗？”大爷笑着回答：“当然可以，不过你先得跟上节奏啊，不然手脚乱成一团。”我心里一阵紧张，嘴角却忍不住上扬。好吧，我就准备好被自己笑死吧。我尝试着跟大爷慢慢练习，发现自己的手脚总是跟不上。他在旁边耐心指导，每次我出错，他就笑着说：“慢慢来，别急。”我心里暗暗佩服，大爷真是耐心呀，比我之前学中文的老师还严格呢。练习过程中，我还观察到旁边其他晨练的人，有的在打乒乓球，有的在慢跑，他们都戴着耳机或者戴着帽子，专注而自然。练习一会儿，我感到微微出汗，呼吸也有些急促。我坐在长椅上休息，掏出水瓶喝水，心里想，其实这些简单的晨练动作不仅锻炼身体，也能学到很多中文表达呢。我抬头看着天空，阳光透过树叶闪闪发亮，偶尔有小鸟从枝头飞过，发出清脆的鸣叫声，让整个公园显得生机勃勃。我注意到几个阿姨在跳广场舞，她们动作整齐，表情投入，时不时还互相笑着打招呼。我心里暗暗笑，原来跳舞也可以这么社交啊。我鼓起勇气走过去，礼貌地问：“阿姨，你们跳得真好，我可以学一段吗？”阿姨们笑着点头：“当然可以，不过你得跟上音乐节奏啊，别踩到别人脚。”我心里有点紧张，但也忍不住笑。好吧，我先练习慢动作吧。我跟着音乐摇摆，发现自己的动作笨拙不堪，阿姨们都笑出声来，我也跟着笑，心里暖暖的。练习结束，我在长椅上坐下，拿出笔记本记录今天学到的词汇和表达。练太极，节奏，手脚乱成一团，跳广场舞，踩到别人脚，笨拙。每写一个词，我都会回忆刚才的场景，仿佛又回到了公园里。休息时，我看到公园里有一个小吃摊，卖豆浆油条和煎饼果子。我走过去，心里想着，既然都在公园了，也学学买早餐的中文表达。我微笑着对摊主说：“早上好，我想要一份豆浆和油条，谢谢。”摊主笑着点头，边准备边和我聊天：“你是附近居民吗？每天都来锻炼吗？”我回答：“是啊，
我喜欢早晨来公园，顺便锻炼身体。摊主笑了。很好，很健康啊，多运动身体好。我心里暗暗记下这句常用表达，多运动身体好。吃完早餐，我找了个草坪坐下，慢慢享受阳光和清晨的微风。我注意到草坪上有孩子在放风筝，风筝在风中摇曳，孩子们欢快地喊着，家长在旁边笑着指导。整个公园充满生活气息，让人觉得平静又愉快。我拿出笔记本，边写边观察周围的人群，晨跑的人，练太极的大爷，跳舞的阿姨，小孩子放风筝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生活方式，我心里暗暗感叹，原来生活里有这么多细节，只要认真观察，都能学到中文和生活智慧。我看到一个小男孩放风筝，不小心被风吹跑，我忍不住笑出声，哈哈，他的风筝跑得比我练太极还快。我心里想着，如果把这些细节编进播客里，一定会很生动有趣。这时，我注意到旁边有几个老人围着棋盘坐下，他们手里拿着棋子，专注地盯着棋盘。棋盘上的黑白棋子像小小的战士，布局复杂而有趣。我心里暗暗想着，哇，这也可以学中文呢。下棋、走棋、吃子。我忍不住凑过去，看了一会儿棋局，微笑着说，大爷你好，可以教我下几步吗？一位大爷抬头看我，眼睛笑眯眯的，当然可以，不过你得认真看棋，不然容易输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暗暗紧张，好吧，我得全神贯注，不能出丑。开始学下棋，我发现自己总是算错步。大爷笑着说，哈哈，你这招比我孙子还调皮。我也笑了，是啊，我得加油了。整个过程，我边学边记中文表达。学习的过程中，我还留意到草坪另一边有人在练瑜伽，姿势舒展优雅，呼吸都很平稳。我心里暗暗想，原来公园里有这么多不同的运动方式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模仿瑜伽动作，虽然动作很笨拙，但感觉身体很舒畅。玩了一会儿，我站起来，沿着公园小路慢慢走，路两边种着各种花草，有的开了小小的白花，有的长出了嫩绿的叶子，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我心里想着，这些自然景象也能学中文。花开，绿叶，花香，微风。走着走着，我看到一个小卖部，卖各种零食和饮料。我走过去，心里想着可以练习买东西的中文表达。摊主看到我走近，微笑着问，要买点什么吗？我笑着回答，您好，我想买一瓶矿泉水和一包瓜子。摊主边递给我商品边说，好嘞，一共10块钱。我掏出钱包付钱，心里暗暗记下这句常用表达。继续沿着小路走，我注意到几位老人在练书法，他们在纸上写着大大的汉字，每一个笔画都很认真。我停下脚步看着，忍不住问，叔叔，可以教我写几个字吗？一位老伯微笑着点头，当然可以，你想写什么字？我想了想，说，我想学平安这2个字。老伯拿过毛笔，耐心指导我，我笨拙地学着写，每写错一个笔画，他就笑着纠正我，慢一点，稳一点。我心里暗暗佩服，原来写字也需要耐心和专注，这比学中文语法还难。
写完之后，我看着自己的字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哇，这字比我的画还难看。老伯也笑了。没关系，练习多了就好。我心里暗暗想，看来生活中的学习也可以带着幽默感。走到湖边，我看到几只野鸭在水面上游来游去，水波轻轻荡漾，阳光洒在湖面上闪闪发光。我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，拿出笔记本，把今天学到的词汇记录下来。晨练、太极、广场舞、豆浆油条、跳绳、书法、湖边、野鸭、微风。每写一个词，我都会回忆刚才的场景，仿佛又回到公园里。我心里想，其实生活里的中文不只是书本上的词汇，而是每一个真实场景里的体验。观察、交流、模仿，都是学习中文最有趣的方式。坐了一会儿，我看到有几个年轻人拿着相机在拍照，他们蹲下，调整角度，不时指挥对方微笑。我心里暗暗想，原来公园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故事，这些都是生活的小片段。我也拿起手机，尝试拍一张湖边的风景照，结果手一抖，拍成了一张模糊的照片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看来我还是练习慢动作摄影吧。阳光慢慢偏西，公园里的人群也开始变得稀疏。我慢慢走在林荫道上，脚下的落叶被踩得轻轻作响，空气里依旧带着淡淡的花香和草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里想着今天的公园之行真是收获满满。我看到前方有几位邻居在遛狗，其中一位阿姨牵着一只小柴犬，狗狗兴奋地摇着尾巴。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，微笑着打招呼：阿姨好，这只狗真可爱。阿姨回头看我，也笑了。谢谢，这是小花，它很活泼。我蹲下去轻轻抚摸小花，狗狗轻轻舔了我的手，我心里暗暗觉得温暖。原来生活中这些小动作也能让人感到快乐。在旁边有一个小男孩和父亲在玩风筝，风筝在空中飞得高高的，迎风翻腾，颜色鲜艳。我站在旁边看着，心里想，风筝、微风、蓝天，这些词都可以学中文。风筝忽然掉下来，男孩蹲下捡起，父亲安慰他说，没关系，下次一定能飞得更高。我心里笑了，父子互动也能学中文，真有意思。走到湖边长椅，我坐下来休息。一位邻居阿姨走过来，手里拿着自制的糖葫芦，她笑着递给我一串，小姑娘，要不要尝尝？我接过糖葫芦，甜甜的果味立刻在嘴里化开。我忍不住说，谢谢阿姨，真好吃。阿姨点点头，又说，在公园里多走走，对身体好。我笑了，是啊，今天学了好多中文词，也运动了。休息了一会儿，我看到几位年轻人在湖边练习太极，动作舒展而缓慢。我试着模仿，虽然动作笨拙，但感觉身体舒畅，呼吸也更平稳。我心里想，太极、呼吸、动作，这些中文词汇也很有用。渐渐的，阳光斜了下来，公园的灯慢慢亮起，天空也染上了淡淡的橙色。我站起来，慢慢走回家，脑海里回想今天的整个经历，公园里的观察，邻居互动，学习中文词汇和心理活动，让我觉得一天特别充实。回到家，我泡了一杯热茶，
坐在窗边慢慢品尝，茶香伴随夕阳，心情格外平静。我打开笔记本，把今天遇到的人和事一一记录下来。从早上煎饼果子开始，到象棋、瑜伽、跳绳、书法、风筝、遛狗、太极，再到邻居递的糖葫芦，每一件小事都成了中文学习的素材。我心里暗暗总结，生活里的中文不仅仅是词汇和句型，更重要的是通过真实场景去理解和应用。观察、互动、体验都是学习中文最有效的方式。喝完茶，我回头看看桌上的笔记本，忍不住笑出声。今天我可真是一天公园大冒险，学了中文，锻炼了身体，还交了邻居朋友。夜色渐深，窗外的街灯亮起，公园里的人渐渐散去。我的心情很平静，也很满足。今天的一切不仅让我学到了中文词汇和生活表达，也让我体验到生活的细微乐趣。每一次观察，每一次互动，每一次心理活动，都像一颗颗小珍珠，串成了今天完整的故事。我轻轻靠在床头，闭上眼睛，回想着公园里的场景，心理活动和幽默互动，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，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瞬间都值得用中文去记录和表达。想着今天的经历，我忍不住笑了。一天的公园生活也能让汉语慢时光变得如此丰富有趣。夜色彻底降临，街道上的灯光映照在窗玻璃上，反射出温暖的橙黄色。我坐在书桌前，把今天的笔记本整理好，每一个观察到的小细节都标注了中文词汇和句型。心里想着，生活里的中文学习不只是死记词汇，而是把每一个真实的场景都融入语言。我回想上午看到的邻居阿姨和小柴犬，小女孩的好奇眼神，风筝在空中高飞的画面，还有太极练习的缓慢动作。这些小细节不仅让我学会了新词，也让我理解了中文中表达生活细节的方式。心理活动、观察和幽默感都是语言学习的调味料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回想自己在公园里蹲下摸小柴犬的时候，小心翼翼怕踩到尾巴，心里暗暗念叨，小心点，小花不会咬我吧。这种紧张又小心的心理活动，让我觉得自己像在演一部小小的生活剧，而每一句中文表达都是台词。接着，我想起邻居阿姨递给我的糖葫芦，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化开，心里暗暗感慨，中文里的食物表达也特别丰富，比如糖葫芦、煎饼果子、胡辣汤。每一种美食都是文化和语言的结合。我在笔记本里写下这些词汇，并练习如何用中文描绘味道和感受。整理完笔记，我站起身，走到阳台上。夜风轻轻地吹过，带来一丝凉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里默默总结今天的收获。通过一天的公园生活，我学到的不只是中文词汇，还有观察力、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。生活中每一次观察，每一次互动，都是练习中文的机会。我又回想自己模仿太极动作时的笨拙姿势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动作虽然不标准，但练习中文和身体协调感都兼得了。
这种轻松又幽默的体验，让我觉得生活的每一刻都充满趣味。随后，我拿起手机，回顾拍下的照片。风筝在空中翻飞的瞬间，邻居小狗摇尾巴的样子，小女孩看我的眼神，我心里暗暗想，这些画面不仅是生活记忆，也能成为播客讲故事的素材。我放下手机，泡了一杯温热的花茶，慢慢品尝。茶香飘散，伴随夜晚的宁静，让我心里特别平静。脑海里再次回忆今天的公园生活，从早上晨练、早餐到公园里观察、互动、学习中文词汇和句型，每一个小环节都是独立又有趣的体验。想着这些，我决定明天早晨也要继续练习中文，用真实生活中的场景去学习和表达。心理活动、幽默细节、观察力都是语言学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每一次生活体验都是练习中文的宝贵机会。我轻轻笑了笑，想着今天在公园里蹲下摸小狗、练太极、吃糖葫芦的样子。生活中处处都是故事，只要用心观察，就能找到有趣的中文表达。最后，我在播客里对听众说，今天的汉语慢时光，我们跟随一天的生活，学习了中文词汇，感受了日常生活的幽默与温暖。希望大家也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学习中文的机会。记住，语言不仅是工具，更是理解生活的桥梁。我轻轻端起茶杯，微笑着结束今天的记录。一天的生活就这样圆满落幕，而明天又是新的汉语慢时光。